Hello，大家好。最近各种机构对加拿大2021年的房产市场预测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呢，这些预测似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未来几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呢前景都是光明的。加拿大的房主呢不太可能看到10年前美国人在房产市场崩溃时所遇到的那种财务困难。事实是这样吗？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会崩盘吗？因为疫情边境关闭，加拿大的移民呢已处于历史低位。安大略省和 BC 省几个省份人口在2020年有所减少，这是自1946年以来最惨的一年。说到这儿，我就知道很多人会拿3年移民120万人说事儿，但是这些人自己可以查一查加拿大每年人口死亡率是多少。加拿大老龄化比较严重啊，我们就假设3年移民120万能够顺利完成，人口的增长比现在也高不了多少。还有人会说加拿大每年还有很多的新出生人口，实际上呢，2019年加拿大的出生率是 1.47%。如果加拿大人口要稳定增长，人口出生率呢必须达到 2.1% 才行。现在来看差距还很大。随着疫情的2次爆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供应冲击可能会沉重打击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供应冲击指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还贷压力过大，不得不把自己的房产上市出售，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大量的房源进入房产市场，最终导致压低房价。2次供应冲击，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公寓租赁市场。今年多伦多、温哥华等一些城市的租金已经出现了2位数的下降。在疫情爆发期间，收入较低的租房者呢受企业停业影响最大，最终呢他们导致了主要城市房租价格的下降。研究机构歪瑞塔斯对他们的投资客户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计划出售房子。数据显示，多伦多的抵押贷款拖欠率正在攀升。2020年第3季度拖欠率达到了 0.12%， 比上一季度上升了 9.1%， 这是自2016年以来最高的拖欠率。温哥华的抵押贷款拖欠率也处于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第3季度拖欠率达到了 0.16%， 比上一季度呢上升了 6.7%，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23.1%。加拿大的经济过度依赖房产市场，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啊。来看一组惊人的统计数据。几年前呢，房地产在加拿大经济活动中仅次于石油和天然气，但2019年以来，房产一直居于首位，占加拿大经济总量的 15%， 而石油和天然气呢，只能占到 9%。第二个供应冲击呢，可能来自抵押贷款延期计划结束。根据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的数据，到2020年，多达 16% 的加拿大抵押贷款人获得了6个月的还款延期。该计划的目的呢，是防止出现违约潮。众所周知，加拿大的经济呢是以服务业为主，全国的民众呢有3/4都是从事服务业，而今年疫情打击最大的就是服务业。在疫情期间呢，大量的中小企业永久关闭。现在呢，加拿大又处于2次疫情爆发之中。如果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失业率呢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大幅上升，这样呢断供潮就不可避免。歪瑞塔斯预测3种情况，贷款延期结束后，分别有 5%、10%、15% 的延期抵押贷款房屋投放市场，这将使加拿大的房产价格下降 4% 到 11%， 其中温哥华下降 10% 至 17%，多伦多下降 15% 至 26%。 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加拿大增加的赤字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多。2020财年的赤字是3810亿加元，预测呢2021年还会有1210亿加元的赤字。疫情期间，有了政府的紧急救助金和贷款人的低利率支持，房产市场才表现良好。然而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很多分析机构担心，疫情过去，经济支持终止，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房产市场低迷，金融风暴一定会卷土重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爱用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这些概念煽动大家来买房、投资股票什么的。然而实际的情况，最近加拿大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 1% 左右，这不过才是央行 2% 通胀率目标的一半水平。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房产市场目前无法承受更高的利率，加拿大央行呢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说呢，它通过制定基准利率、购买债券等其他方式控制利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央行宣布在未来3年它不会改变 0.25% 的基准利率。然而要继续维持低利率，央行呢就必须出手控制通胀率。如果通胀率真的过高怎么办？那央行也只能被迫加息。其实早在80年代初的时候，加拿大通胀率就非常高，特别是1981年，加拿大的通胀率高达 12.47%， 当时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也高达惊人的 21%。 这就说明，毕竟洋韭菜不同于土韭菜，他们的主要差别呢就在于手里的那张选票。其实除了通货膨胀外，未来还可能进入通货紧缩的状态。由于受疫情的影响，人们首先是失业，失去经济来源，造成消费欲望降低，物价可能长时间大范围的下降，商家和企业进一步承受经济压力，进而呢只能大范围裁员，这样呢就陷入了经济的死循环，最终导致经济大衰退。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现金为王。如果你现在握有现金资产，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危机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赚钱的事情先放一放，尽量要做到少亏或者是不亏。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一样，你不能为了戒烟而选择抽大麻。开车的时候呢，你不能为了避开一个小坑钻到路沟里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应该购买资产保持增值，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能教条化，在极端的情况下，现金为王是为了避免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看看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预测，加拿大皇家银行预测的基准情景呢是2021年房价将下降 8%， 直到2023年末仍保持低迷。他们预计即使2021年经济情况好的远远超过预期，房价也仅上涨 6.1%， 而最坏的情况下呢，房价将下跌 29.6%。这就等于对房产投资者来说面临的选择不是挣 6% 就是赔 30%， 但是你愿意为挣那 6% 而承担赔 30% 的风险吗？我个人感觉不太值得。皇家银行这个预测是自80年代初以来加拿大房产最悲观的预测，一旦发生，这将是加拿大40年以来最严重的房产大崩溃。现在无论是媒体机构、房产公司、中介，鼓吹房价的占了绝大多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这样的人给泼一泼冷水，这样呢才能让大家变得冷静。毕竟呢，砖头瓦块组成的房子就只有居住一个属性。加拿大的中介特别喜欢拿加拿大的房价和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做比较，而且这种比较呢是选择性的，他们只比较房价而不比较持有成本。单看房价，多伦多的独立屋确实是比北京的别墅便宜多了。但持有成本呢？多伦多的房子每年有不断上涨的房产税、学校税、保险费、公用事业费、维护费，下一步还会有空置税。而北京的房子就只有一个物业费，能比吗？同样买套房扔那儿，多伦多买的就是负债，而北京买的就是资产。所以中介特别喜欢盯着那些新到加拿大来的人。一般人找中介买房的时候，中介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来加拿大多久了。你要来的时间短，他们还比较热情；你要是来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这些房产中介可能就冷淡多了。因为只要你来了半年以上，就知道加拿大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呢，虽然加拿大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但疫情目前没有向下走的趋势，病例还在不断上升。即使疫情过去，经济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投资者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而且世界上呢，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多伦多和温哥华独立屋的房价到现在也没涨回到海外买家税刚推出时候的水平。至于2021年买不买房，我觉得对刚需来说，因为他们会长期持有房产，短期的涨跌对他们影响根本就不大。所以针对刚需，我是一直建议他们只要有需求就可以买房。对于投资者来说今年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首先你就需要考虑你投资的房产有没有稳定的租客。如果没有稳定的租客的话，那么你亏损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而且2021年一切都还不太确定，我的建议呢还是少动多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相关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